至于族人为什么对他不好，小红自己也不知道，他也很困惑，因为比起族人，他的确有些特殊，就比如他的速度，族人根本就没有；再比如他能闯过那守护远古仙华的能量，可是他的族人却不行。同样的，他的族人都是有修为的，可是小红却没有。尽管他的速度连族长都追不上，可是小红却没有修为。而听过小红的讲述后，楚风看着小红则更为亲切，是打心眼里对小红有了一种想要守护她的感觉，这是亲人的感觉。因为小红的经历与自己是多么的相像，只是唯一不同的是，当初楚风在楚家虽然饱受排挤，可起码还有义父对他好，还有哥哥对他好，还有楚月姐对他好，但小红却不是，小红是根本没有人对他好，哪怕所谓的父母也只是利用他罢了。所以相比于当年的楚风，小红其实更可怜。而最为难得的是，哪怕黄棘灵虫对小红那般苛刻，但小红对他们却是感情极深，甚至不惜同归于尽，也要替族人报仇。这让楚风觉得，别看小红性格很贱，别看小红平时很卑鄙，可骨子里却是重情重义的。小红，说一句话，你也许会难过，但我还是要对你说。听完小红的讲述后，楚风忽然说道：“大爷您说，人家的承受能力可是极强的，毕竟是被从小欺负到大的。”小红笑眯眯地说道，两个黑色的小眼睛眯成了两道小月牙，这么一看，她虽然长得丑，可其实还蛮可爱的。依我看，你并非黄棘灵虫，也正因为你不是黄棘灵虫，才受族人排挤。楚风说道：“大爷为何这么说？”听得此话，小红也是颇感意外，显然他没有想到过这一点，但这也不能怪他，毕竟是血沙镇内只有两种生物，一种是血虫，那是低智商的种类，另一种就是黄棘灵虫了。而小红虽然特殊，可是外貌上与黄棘灵虫却是非常接近的，他自然坚信自己就是黄棘灵虫，甚至对此从不怀疑。可在楚风看来，小红绝对不是黄棘灵虫，于是他说道：“你刚才也说了，你与你族人的不同之处，而除你之外，你的其他族人几乎相同，这已说明你并非是黄棘灵虫。那我究竟是什么？”小红问道。他并没有忧伤，只是想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。我无法确定你是什么，但你应该很厉害，比黄棘灵虫厉害。楚风对小红说道。他之所以这样说，就是想让小红知道，他并非黄棘灵虫族人，而黄棘灵虫对他也不好，这样会让小红心中的痛楚减少。真的，果不其然，听得楚风的话后，小红整个的气息都变了，变得不再那样沉闷。虽然小红很爱骗人，可大爷却不会骗小红。楚风笑着说道：“大爷，小红再也不骗你了。”小红一脸认真的说道：“那可要一言为定。”楚风说道：“拉钩！”小红撅起了小尾巴，竟要与楚风拉钩，而楚风也是面带微笑的伸出手指，与小红的小尾巴勾了一勾。时间飞逝，转眼间又过了3日。楚风在这3日真可谓过的是提心吊胆，因为就算暗殿之人找不到他们，可是远古凶兽随时可能被放出。若是远古凶兽被放出，楚风等人也就陷入了危机之中。毕竟那是一群只有杀戮之心的可怕远古凶物。不过好在有小红这个调皮鬼，这个小家伙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，会让楚风那紧张的心情舒缓不少。然而就在此刻，虚空忽然一阵抖动，远方的参天大树也是一阵摇摆，一股危险的气息忽然从天而降。楚风察觉到不妙，赶忙将小红抓在手中，且紧张地望向前方，怒喝道：“是谁？老朽还以为是谁这么能干，灭了我10个得力干将，想不到原来是楚风小友。”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凭空而现，看到这位，楚风顿时眉头紧皱，神色不安，因为这位正是当日在西门地族险些灭掉楚风的那位黑白头发的老者。“你是阴阳仙人？”楚风问道。果不其然，已经猜出老朽的身份了吗？阴阳仙人诡异一笑，倒是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。随后他在仔细打量了一番楚风后，也是露出了惊讶的目光，说道：“你是真正的一品武帝吗？”我不得不承认，楚风你还真是一个人才，你这样的人才，我是真舍不得杀掉。不过你执意要与我暗殿为敌，我就非杀你不可。并非是我与你暗殿为敌，而是你暗殿处处与我作对。”楚风说道。明明已是瓮中之鳖，竟然还敢如此嚣张。楚风，难道你觉得身为一品武帝就能与老夫抗衡了不成？话到此处，阴阳仙人的双眼顿时寒芒四射，一股磅礴的威压也是向楚风席卷而来，瞬息便覆盖了这方天地。而此刻，楚风赶忙释放出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，将修为提升到3品武帝。可是哪怕如此，面对阴阳仙人的威压，楚风仍是被逼得连连后退。6品武帝实在太强，楚风若真与阴阳仙人交手，绝对无法胜过对方。阴阳仙人，你身为一代仙人，为何要为暗殿做事？你到底有何好处？楚风大声问道。好处？你觉得获得更强的力量，能够活更久的岁月，这算不算好处？阴阳仙人说道。暗殿殿主究竟是谁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楚风再度问道。已经这种地步了，竟然还想套我的话？楚风小友，你未免天小看老朽了。你要知道，你现在连与我对话的资格都没有，因为你的小命完全掌握在老朽的手中。阴阳仙人说话之间，天际之上顿时雷霆炸响，乌云滚滚之间，天昏地暗，那股致命的威压也是变得更强。在那股威压之下，楚风感受到了浓郁的死亡气息。楚风此刻双拳紧握，他不能坐以待毙，哪怕明知道不是阴阳仙人的对手，可也要奋力一搏，战还有希望。手将必死无疑，果然很弱。看着那在自己威压之下已然瑟瑟发抖的楚风，阴阳仙人的目光之中涌现出利奥得意之色。不过若是就这样杀了你，未免也太无趣了。我给你一个机会。阴阳仙人忽然收起那股威压，笑眯眯地说道。你想怎样？楚风问道。与我比拼结界之术，你若能赢，我放你走；你若是输，便要任我处置，怎么样？阴阳仙人说道。怎么比？楚风问道。很简单，
阴阳仙人说话间，大袖甩动，随后自袖袍内竟漂浮出一物，落在了掌心之上。那是一个掌心大小，体态类似莲花，可却全身为透明状。若不仔细看，根本就看不见它。就算仔细看，它看着也只是像一个普通的奇花异草而已。可是看到这个家伙之后，楚风顿时目光一惊，因为这个莲花不仅具有生命，并且还具有灵智。在那莲花上，楚风看到了一双眼睛，那双眼睛正在四下观望，且最终将目光落在了楚风的身上，正在打量着楚风。结界破绽花，楚风开口说道：“这的确是结界破绽花。”楚风是自九灵神图之内得知，此物结界破绽花可以是一种特殊的生命体，是由特殊的花草再配上结界之术打造出的生命。换句话说，这是由界灵师创造出来的独特生命体，它具有特殊的功效，那便是能够帮助界灵师寻找出结界阵法的破绽。当然了，能够识别出结界多少破绽，这也跟结界破绽花的级别有关。就比如说，阵法是仙袍界灵师所布，而结界破绽花是黄袍界灵师所造，那这朵结界破绽花一定无法识破仙袍界灵师所布阵法的破绽，毕竟级别相差太多。至于同为黄袍界灵师，那就要根据结界之术的强弱来分辨级别了。而楚风不确定阴阳仙人的结界之术有多强，所以楚风还无法确定这结界破绽花是何级别。但是他已经很惊讶阴阳仙人竟然炼制得出结界破绽花，因为楚风很清楚，结界破绽花可是非常难以炼制的东西，哪怕如今的楚风也没有绝对的把握炼制得出来。不错，很有见识，居然能够一眼认出这结界破绽花。见楚风一脸惊讶，阴阳仙人的目光变得更为得意。楚风，你既然认识结界破绽花，那你就应该知道结界破绽花的用途，但你一定不知道，结界破绽花实际上可以根据结界之术的强弱来绽放出不同的光芒，所以它能够分辨出结界阵法的强与弱。你我一同布置阵法，1个时辰之内结束，然后由这结界破绽花来识别谁的结界之术品质高，谁便胜，怎么样？阴阳仙人问道。我没意见，楚风说道。爽快，那便开始吧。阴阳仙人自信的一笑，随后袖袍舞动，残影丛生，他已是开始布置阵法。见状，楚风也是赶忙盘膝而坐，将结界之力释放而出，认真的布置结界阵法。对手乃是阴阳仙人，这可不是爱才仙人与白眉仙人之流，楚风必须认真对待，甚至要使尽全力。二人布置结界阵法的手法都很娴熟，可谓精湛至极，只是二人布置的阵法却是不同。阴阳仙人布置的阵法并非防御阵法，也并非攻杀阵法，而是单纯的为了追求品质而布置的阵法。这个阵法可以说没有任何实际上的作用，但却品质极高，属于艺术品一样的结界阵法。准确的来说，阴阳仙人此刻不是在用结界之术布阵，而是在用结界之术打造艺术品。至于楚风，他布置的乃是攻杀阵法，但是却将这攻杀阵法隐藏了起来，至少让外人来看根本就看不出这是攻杀阵法。为何要布置攻杀阵法？因为楚风信不过阴阳仙人，所以他不能浪费时间，尤其是1个时辰这么久，所以他必须用这个时辰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。不过这并非简单的事，尤其是想瞒过同为界灵师的阴阳仙人，这需要极为高超的手段才行。这也就导致楚风布置的阵法品质也是极高。1个时辰已然过去，而此刻2人的阵法也是布置完毕。2人从布阵的开始到布阵结束所用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，刚好是1个时辰。这一方面展现出了2人时间观念之强，另一方面更是表现出了2人界灵之术的高超，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浪费1分1秒，也不多用1分1秒，而布置出最完美的结界阵法。至于阵法，阴阳仙人的阵法宽3尺，高3米，似是花瓶一般，可却光芒闪烁，气息逼人，这的确是一个艺术品，若拿出去拍卖，也可以卖出极高的价钱。至于楚风布置的高5米，宽2米，像是一个金色的大水缸，可这水缸雕龙刻凤，精致无比，同样是罕见的艺术品，果然有2下子。阴阳仙人打量着楚风所布置的阵法，赞赏的点了点头，但同时眼中的自信之色依旧不减。在他看来，楚风布置的阵法虽然厉害，可是与他布置的相比，火候还是差了一些。不过能否胜我，还要他说了算。阴阳仙人说话间，便将那结界破绽花放在了自己的结界阵法之上。那结界破绽花刚碰到结界阵法，朵朵花瓣便如同吸盘一样，紧紧地吸在了那结界阵法之上。一时之间，结界破绽花光芒大盛，很是刺眼。那光芒竟然盖过了阴阳仙人所布置的阵法，并且在那光芒之中竟然出现了白云蓝天，形成了唯美的幻象，当真是夺人眼球，唯美至极。此等阵法只能用出神入化来形容。看到这样的阵法，楚风也是赞赏的点了点头。阴阳仙人对结界之术的掌握的确很厉害，至少远非爱才仙人可比，甚至好要在罗盘仙人之上。见楚风点头，阴阳仙人则是轻哼一声，这是得意的一哼，因为这是他正常的水平，可却足以惊为天人，将其他界灵师比的一文不值。然而就在此刻，阴阳仙人所布置的阵法之上，竟传来一声碎裂之音，那个声音很是清脆，就如同花瓶被砸碎了一般。这一刻，阴阳仙人目光顿时有所变化，变得很是惊讶，而楚风则是淡淡一笑。楚风知道，那碎裂之音传来的地方，代表着那是结界这份的破绽所在。虽然阴阳仙人布置的阵法很是利奥的，可是那是结界破绽花，还是在阴阳仙人的结界阵法上发现了破绽。在寻找到了破绽之后，结界破绽花就像完成了任务一样，又蹦又跳的飘回了阴阳仙人的近前，那个样子可以看得出来他很高兴，就像做完了事情，等待着主人的奖赏一般。然而此刻的阴阳仙人却很不高兴，
自己的结界破绽花在自己的结界阵法上发现了破绽，这就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脸，让他很是不爽。所以他一把抓住了结界破绽花，用力之大，甚至让那结界破绽花发出了鸡的一声惨叫。界灵仙人，看来你的结界阵法还并不完美，否则你的结界破绽花也不会发现破绽了。不过这也充分的说明了你这结界破绽花的厉害，我觉得你就算有气也不应该拿它出。楚风说道，我创造的结界破绽花自然是厉害，这一点用不着你说。至于我的阵法，天下万物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，我的阵法只有一处破绽，这已证明我之结界阵法的品质极高。阴阳仙人说道，是吗？楚风没有回答，反而是反问一句，然而这句反问却是如此的讽刺。楚风，你既然是小辈，那我也不为难你，若是你的结界阵法也只是一处破绽，并且等下结界破绽花上绽放的光芒能够与我之阵法一样，那我就算你赢。阴阳仙人说道，那就来辨别一下吧。楚风说话间，探手一送，故意将自己布置的那座阵法推到了阴阳仙人的近前，而阴阳仙人也是大袖一甩，将结界破绽花直接丢到了楚风所布置的阵法之上。他的动作很是粗暴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此刻对结界破绽花有着很深的怨念。然而那结界破绽花刚刚触碰到楚风的阵法，便光芒大盛，那光芒之耀眼，宛如一轮小型明日落在了此处一般，可以照射到数里之外。且在那光芒之中，不仅浮现出了蓝天白云，还有彩虹，比阴阳仙人的光芒还多出了一样。这一刻，阴阳仙人怒目瞪圆，很是吃惊，甚至吃惊的他已经不知该说什么好，因为楚风阵法绽放的光芒远超过他的，并且还多出了彩虹意象，这说明楚风布置的阵法品质比他的要高。但哪怕如此，他却是竖起了耳朵，且的目光依旧紧紧地盯着楚风的阵法，他是在等待碎裂之音，想要看楚风的结界阵法是否也有破绽。可是这结果却是让他失望了，直到那结界破绽花主动脱离楚风的阵法，却也没有传来碎裂之音，这说明楚风布置的阵法并没有破绽，至少这朵结界破绽花无法识别出楚风这结界阵法的破绽。该死！然而此刻阴阳仙人的目光又是一变，甚至发出了暴怒之音，连天地都是一颤，甚至周围的树木都直接爆裂开来。由此可见，阴阳仙人是何其震怒，不只是他，就连楚风也有些傻眼了。因为那结界破绽花在脱离了楚风的阵法之后，并没有回到阴阳仙人的身旁，反而向楚风飘来，并且靠近楚风后，很是亲昵的往楚风的身上凑，往楚风的身上贴。这一刻，楚风很是尴尬，因为这种情况已是眼明了，因为楚风结界之术的高明，这结界破绽花已经背叛了阴阳仙人，选择楚风做主人了。不过还别说，这个小家伙还挺可爱的，尽管他不会说话，可是他也是具有智慧的。畜生！阴阳仙人怒喝一声，随后探手一抓，便将那结界破绽花握在了手中，随后单手握紧，只听突的一声，他竟将那结界破绽花给捏成了粉碎，结界破绽花被他杀了。见状，楚风剑眉倒竖，眼中寒芒涌动道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一条生命，不至于下如此狠手吧？他是我的，我想让他死他必要死，对我不忠者皆是要死。阴阳仙人冷声说道，对于杀了结界破绽花，他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感。那你现在是不打算遵守诺言了，对吗？楚风冷声问道。他已经预感到阴阳仙人不会兑现自己的诺言，虽然他败了，可是他并不打算放过楚风。果不其然，阴阳仙人一阵大笑，笑得异常阴冷，连这方天地都是寒意倍增，周遭的植物被雪白的寒霜所覆盖。楚风，你是人才，站在暗殿的立场，我本不该杀你，应该极力邀请你加入我暗殿才是。可是站在我个人的立场，你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加入暗殿的，否则对我没有好处，所以你必须要死。不过你若是愿意将你手中那条虫子交给我，我可以留你一具全尸。阴阳仙人说道。果然是盯上了小红，我若没有猜错，你是顺着小红的气息才得以找到的我，对吗？楚风说道。你说对了，这个小家伙的身上沾有我暗殿之人的气息，只是这个气息只有我能察觉到，你察觉不到。阴阳仙人说道。你说的没错，你所说的气息我的确察觉不到。不过楚风说话间，用手抚摸了一下小红，这才抬头说道，现在连你也察觉不到了。说完此话，楚风将小红藏在了袖口之中。此刻阴阳仙人本就发红的双眼变得更为杀气腾腾，因为小红身上的气息不见了，被楚风给抹除掉了。尽管连楚风也无法察觉小红身上沾染的气息，可是楚风却有手段将这气息彻底抹除掉。看来你是连全尸都不打算要了。阴阳仙人冷冷地说道。那还要看你有没有杀了我的本事。楚风微微一笑，随后眼中寒芒一闪，只听的一声，那距离阴阳仙人不过数米的结界阵法忽然爆炸开来。那结界阵法爆炸之后，有万千利刃自其中飞射而出，全部向阴阳仙人飞射而去。与此同时，一重重强大的威压也是席卷开来，哪怕阴阳仙人也是被吹得连连后退。楚风的攻杀阵法成功了，虽然无法击杀阴阳仙人，甚至无法伤到阴阳仙人，可却足以拖住阴阳仙人。此刻楚风完全可以趁机逃走，可是楚风没有逃，因为仙喵喵还在那里，楚风不能弃仙喵喵而不顾，所以楚风不仅没有逃，反而施展出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大无上秘籍。青龙疾行术、白虎攻杀术、朱雀复活术、玄武遁甲术四大无上秘籍，此刻没有任何保留，皆是与完整的巨兽形态出现在了楚风的4个位面，就像是4只圣兽在守护着楚风一般。四大无上秘籍随着楚风修为的提升，力量也会提升，如今楚风又没有保留，所以他们当真是火力全开，霸气四射，那股威势异常骇人。然而看到此刻的4大秘籍，阴阳仙人的目光却变得无比吃惊，一时之间
竟然紧张的说不出话来。这似乎是青帝的4只守护兽，你怎么会有？莫非你是青帝的传人？过了好一会，阴阳仙人才用那无比吃惊的声音质问起来，因为此事实在是非同小可。青帝远古之后，5帝之首，多少人想得到他的传承，可却根本找不到关于他的线索。他就像是一个谜一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现如今，楚风的身上竟出现了青帝当年叱咤风云时伴随其左右的4只守护兽，虽然已不是完整体，而是秘籍的形态，但这却更为惊人。这说明楚风已经得到了青帝的传承。楚风知道关于青帝的秘密，一时之间，阴阳仙人似乎明白楚风为何如此之强了，那都是拜青帝所赐。楚风乃是青帝传人，你现在可没有问我问题的资格。忽然，楚风出手了，携带着4大无上秘技，攻杀、防御、速度与治疗的完美力量，主动向阴阳仙人发动了攻击。区3品5帝，你拿什么与我斗？你的一切都将是我的。阴阳仙人不屑地轻哼一声，且那声音之中还充满了贪婪之意。青帝的传承，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力量，如今就摆在自己的面前。阴阳仙人想一想，都变得异常兴奋。而在其说话的同时，他的双手也是变化，对着楚风一通乱抓。刹那间，武力涌动，随之变化，数只金灿灿的大手宛如鹰爪一般对楚风抓去，那个样子简直就是要将楚风撕成粉碎。这可不是寻常的手段，乃是武技。虽然只是9段武技，可却也是非同小可。毕竟这施展9段武技的乃是阴阳仙人，而在阴阳仙人看来，对付楚风这种级别的武帝，他这个武技足以将楚风当场斩杀。然而只见楚风双手轰出，那白虎攻杀术便勇往直前，一声怒吼之下，竟将阴阳仙人的9段武技震得烟消云散，飞灰烟灭。只是一吼，便粉碎了阴阳仙人的9段武技。而下一刻，楚风已是凭借青龙极行术的超快速度来到了阴阳仙人的近前，以白虎攻杀术为首，青龙极行术与玄武遁甲术为主辅，又以朱雀复活术为后盾，凭借4圣兽之威，不断的攻向阴阳仙人。怎么可能？你竟拥有逆战5品的战力！此刻，阴阳仙人也是震惊不已，他已经感受到了楚风的战力不再是之前的逆战4品，而是逆战5品。这也就是说，楚风的战力比寻常的5帝高出2品。虽然使用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后，只是3品5帝，3品5帝也是远远无法与6品5帝抗衡的，毕竟这中间还差了足3品的境界修为。然而，寻常的5帝只有3品战力，可是楚风却有5品战力，也就是说，楚风比寻常的5帝多出2品战力，只要加上这2品，楚风就与5品5帝一样。准确来说，阴阳仙人虽然贵为6品5帝，可他与楚风真正的差距其实也只有1品而已。看来你是万万不可留了。极度震惊之后，阴阳仙人眼中涌现出乃是更为凶狠的杀意。然而感受到那更为凶狠的杀意后，楚风则是掌心一翻，一把天仙剑直接握在手中，半成地兵一出，楚风战力大增。只不过最为可怕的还是楚风那一手出神入化的剑法，天仙剑在楚风的手中化作杀人利器，寒芒抽射，没收空气，连虚空都被斩切得七零八落，并且楚风速度极快，简直防不胜防。一时之间，身为6品5帝的阴阳仙人竟被只有3品5帝的楚风所压制。楚风知道想杀死阴阳仙人几乎不可能，但他必须拖延时间，拖延到仙喵喵炼化完远古仙华，然后再带着仙喵喵逃跑。但拖延时间就必须要压制阴阳仙人。楚风就是趁着阴阳仙人还没有使出全力之际，自己先使出全力，以此压制住阴阳仙人，让阴阳仙人没有机会使用全力来斩杀自己。这叫先发制人。好小子，手段倒是厉害，不过你可莫要小看老朽。阴阳仙人大喝一声，一股磅礴的威压便自其体内横扫开来，竟然直接将楚风击退。阴阳仙人的力量大涨，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根水绿色的棍子，那根棍子符咒流转，微光璀璨，是半成地兵。阴阳仙人正是靠着那半成地兵提升战力，才将楚风一举击退。让我来看看你对半成地兵的掌握究竟到了什么地步。阴阳仙人说话间，甩动那手中的半成地兵，而那根棍子竟化作虚影，增大数倍，向横扫开来。棍子摆动，气势凶猛，莫说棍子本身的力量，就连那威压所化作的道道飓风都可以开山劈的。一时之间，这周遭的植物都被摧毁得一塌糊涂，飞沙走石，万物尽毁，唯有楚风身后的岩壁还完好无损。是楚风用尽全力在保护那岩壁，难怪你不跑，原来你的身后有东西。就让老朽看看你刻意保护的究竟是什么。然而楚风这全力守护的动作却引起了阴阳仙人的注意，他竟然意识到了楚风是在守护着什么，果然是老奸巨猾。而在发现之后，他便对楚风再度加强了猛攻，与此同时也开始想方设法的对楚风身后的岩壁发动攻势，手段极其卑劣。有本事冲我来！楚风一边全力抵挡，一边大吼一声：我若想杀你，随时可以杀，但我就是想要玩弄于你。阴阳仙人诡异的笑着，先前与楚风比拼结界之术，让他颜面无存，很是郁闷。可是现在在武力修为之上，他找到了绝对的自信，找到了绝对的优越感，这种感觉让他很是爽快。卑鄙无耻，你枉为长辈，还仙人，简直狗屁！楚风辱骂一声：长辈能当饭吃吗？仙人便能长生不老？这些虚名，老朽从不在乎，我在乎的乃是力量。老实说，玩弄其他人毫无意思，可是玩弄天才，尤其是如你这种如妖孽一样的天才，这感觉当真是爽快极了，简直就是人生一大乐事。阴阳仙人一阵大笑，笑得很是无耻。我要宰了你，我要让你万箭穿心，我要让你魂飞魄散。
楚风被阴阳仙人激怒了，手中的天仙剑法变得越发凌厉，可是他的气息却变得很不稳定。这样的楚风虽然攻势变得更猛了，正在一点一点的接近阴阳仙人，可是在阴阳仙人看来，这样的楚风反而更没有威胁，他已经失去了理智。你现在就是我的玩物，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见楚风失去理智，阴阳仙人笑得更为大声。然而忽然之间，楚风的本愤怒的脸上竟掀起了一抹阴冷的弧度，随后双眼变得血红，大喝一声：奥义苍冥杀！楚风此话一出，一股磅礴的血红色气体便自楚风体内散发开来，瞬息封锁了这方空间，而阴阳仙人也刚好在那被封锁的范围之内。糟了！这一刻，阴阳仙人也是脸色一变，他已经察觉到了致命的危险。此时此刻，他先前的悠闲自得，先前的狂妄自大，已然全部消失不见，因为此刻有一种羊入虎口之感，那种危险的气息，连他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死！忽然，楚风再度轻喝一声，那奥义苍冥山便杀机四溢，而那恐怖的杀意更是排山倒海一般，自四面八方涌向了阴阳仙人。楚风要杀的正是他。原来楚风先前的愤怒全部都是装的，他就要是让阴阳仙人大意，然后他再出其不意的发动攻击，给我破！然而就在此刻，阴阳仙人则是大喝一声，随后手中高举一物，那物光芒四射，浓郁的地威更是如同火山喷发一般，向四面八方喷涌，最终金灿灿的地威竟如神兵下凡一般，将楚风的奥义苍冥杀给硬生生的吹散了。可恶！此刻楚风气得双拳紧握，因为只差一点点他就成功了。地冰，是那件地冰救了阴阳仙人一命，这把地冰。然而看到那地冰之后，楚风却是眼前一亮，因为那把地冰很是特殊，那是一把长刀，刀身是鳄鱼的身体，而鳄鱼大嘴张开，一把尖锐的刀刃自口中射出，那乃是西门地族太上长老西门拜渊的地冰古鳄破身刀。西门拜渊的地冰怎么跑到了这个家伙的手中？楚风心中产生了疑问。而此刻的阴阳仙人虽然利用古鳄破身刀抵挡住了楚风的攻击，可是此刻的他却并不好过，不仅呼吸急促，大汗连连，嘴角之上以及鼻子甚至耳朵都有鲜血溢出。尽管挡下了楚风的攻击，可是他还是受伤了。你这小鬼还真是厉害，当真是大意不得呀！阴阳仙人开口说道。此刻他眼中的杀意虽然不减，可是看向楚风的目光却已发生变化。难得的，他对楚风竟有了一抹佩服。一个小辈，一个三品武帝，可是先前差一点点就杀了他。最重要的是，楚风这三品武帝的修为是靠手段提升的，真实修为只是一品武帝，所以准确来说，身为6品武帝的阴阳仙人被只是1品武帝的楚风逼到这一步，这实在是让他想不佩服都难。若是同等修为，不无需同等修为，哪怕你如今的真实修为是2品武帝，那么当你用尽各种手段之后，我也不是你的对手。我承认我不如你，不只是我不如你，整个五之圣土若要比拼手段，现在还活着的人没人如你。可是正因如此，才必须杀掉你。楚风，你若不死，将是我暗殿最大的隐患。阴阳仙人此话一落，那手中的古鳄破身刀再度威压四射，这方天地不再乌云滚滚，而是金芒冲天。而在那浩瀚金芒之中，隐隐约约间竟出现了一只巨大的鳄鱼，那鳄鱼金身巨大的无边无际，站在天际之上，大有一种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。异象是地兵所展现出的异象，威震天下的异象。接下来我将不再有所保留，我要尽我之全力斩杀于你。阴阳仙人将古鳄破身刀指向楚风，对楚风说道：他是真的认真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们战得痛快吧。楚风收起了天仙剑，随后手中一道血光闪过，另一把长剑便握在了手中，那是一把血色长剑，似是无数血液铸造而成。此剑一出，顿时鬼哭狼嚎，那本金芒四射的天际之上，竟然出现了一片血红色的漩涡，血红色的漩涡之中竟是冤魂，冤魂正在发出凄厉无比的惨叫，同时也散发着恐怖无比的戾气，那股戾气竟连地兵所凝聚的鳄鱼精神的虚意也受到了波动，那般声势竟比楚风的奥义苍冥杀还要恐怖，仿佛一代邪神将要临世一般。邪神剑是传说中的魔剑，邪神剑，邪神剑有魔性，那会吞噬掉楚风，会吞噬掉楚风的性命。平日里楚风不能用，也不敢用，可在这生死关头，楚风已是估计不了太多。哪怕邪神剑是禁忌，可他也必须要用这禁忌来保命。邪神剑，这便是传说中的邪神剑，果然是与众不同，果然是不同凡响。看到邪神剑，阴阳仙人也是眼前一亮，目光阵阵变化，因为邪神剑的威势当真远非寻常的半成地兵可比，竟然有与他手中这地兵不分上下之势。不过楚风，半成地兵终究是半成地兵，你这邪神剑再强，也斗不过我这地兵，更何况我的修为要远在你之上。阴阳仙人话到此处，便猛然出手，手中的古鳄破身刀一出，不仅金芒涌动，更是传来一声怪异的嘶吼，震动四方，那是古鳄的怒吼声，似是要吃掉天下众生一般。究竟孰强孰弱，还要试过才知道。然而面对阴阳仙人的攻击，楚风竟然丝毫不惧，手握邪神剑便迎了过去了。楚风手中的邪神剑猛然一挥，顿时鬼哭狼嚎，在那血红色的光刃横扫天际之际，天际之上竟凝聚出了道道血红色的血云，血云翻腾，更是雷芒四射，道道血红色的雷霆开始从天而降，不断的劈向天际之上的鳄鱼金身。然而面对那血色雷霆的劈斩，那鳄鱼金身竟只有挨打的份，没有发出任何反击的动作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一刻，阴阳仙人也被惊呆了。楚风的那道血红色斩击很强，强到能与他的斩击抗衡，这本已经极为惊人，毕竟那可是半成地兵啊。
按理来说不该与地兵抗衡才是，可是眼下这一幕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邪神剑所引发的异象，竟然正在压制古恶破身刀所形成的异象。兵器始终是兵器，需要为人所用。可是楚风的邪神剑就像是有自己的灵智一般，无需楚风操控，他也能自己主动的向对手发动进攻。现在可不是发愣的时候，楚风再度向阴阳仙人发动了攻势，并且比先前还要凶猛。楚风既然已经祭出邪神剑，就不能再管3721，他要么取胜，要么死。如今已是别无选择。来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我堂堂6品武帝会斗不过你个区1品武帝，我这堂堂远古地兵会斗不过你这一把半成地兵。阴阳仙人并不服气，手持古恶破身刀，便再度与楚风交战在了一处。古恶破身刀与血红色的邪神剑不断碰撞，二者可谓是不相上下。就算古恶破身刀有优势，但实际上优势也并不是很大。可是天际之上，邪神剑所引发的异象越来越为凶猛，那漫天的血云以及漫天的血色雷霆不仅越来越大，已经盖过了古恶破身刀所引发的异象，甚至在那血云之中竟探出一双血红色的大手。那血红色的大手乃是骷髅的样子，可却是血红之色，似是沾染了无数鲜血凝聚而成。尤其那尖锐的指甲是一把利刃，正一把抓住了鳄鱼精深的脑袋，插入了鳄鱼精深的眼中。那血色的骷髅手竟然刺穿怕鳄鱼精深的眼睛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。那明明只是异象，并没有灵智的鳄鱼精深竟然发出了一声悲惨的叫声。该死，你这到底是什么？你这到底是什么？尽管自己与楚风不相上下，甚至还占据了优势，可是阴阳仙人却是越来越毛骨悚然。楚风所用的根本不像是一把兵器，更像是一个恶魔。事实上，莫说阴阳仙人，就连楚风也是胆战心惊。尽管经过之前的反噬之苦，楚风也非常清楚邪神剑的诡异，但却没有想到邪神剑会如此之邪。明明只是半成地兵，可是这种种变现也太不正常了。这绝对不是一把简单的兵器，而是一个可怕的恶魔。楚风是在用恶魔来战斗。来吧，不管你是什么，请你助我一臂之力，杀了这个混账仙人。楚风震惊之际，却是握紧手中的邪神剑。与此同时，大喝一声，伴随着楚风一击的斩出，天际之上的数道血色雷霆竟然从天而降，劈向了阴阳仙人。该死！情急之下，阴阳仙人只能释放出结界之力，去抵挡天际之上的血红色雷霆。然而，那血红色的雷霆比他想象的还要凶猛，竟直接将他的结界之力劈展开来，再度向他轰来。可恶，这到底是什么鬼？这到底是什么鬼？无奈之下，阴阳仙人只得一边去抵挡楚风的斩击，一边还要去抵挡天际之上劈斩而下的血色雷霆。可是那血色雷霆从天而降，并非只是偶然，只要楚风手中的邪神剑挥斩而出，那么阴阳仙人也将遭受那血色雷霆的攻击。一时之间，本已经占据优势的阴阳仙人竟然成为了劣势，被楚风压得节节败退，而这全都仰仗于邪神剑。是邪神剑的力量太过强大，以绝对的优势压制住了古恶破身刀。可恶，可恶啊！我就不信，我就不信！阴阳仙人已经快被逼疯了，不断的大喊，然而他的呼喊却是无济于事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忽然间，天际之上又是一声凄厉惨叫传来，只是这一次那惨叫声更为的刺耳，更为的撕心裂肺。抬头一看，莫说是阴阳仙人，就连楚风也是吓了一跳。此刻天际之上，自那血云与血雷之中，竟又探出了一只血色的骷髅大手，总共2只血色的骷髅大手，皆是非常的巨大，横在天际之上，就像是天神之手。不，那并非天神之手，天神之手怎会散发出如此凶残的力气？那是恶魔之手，是魔鬼之手。此刻，那2只血红色的骷髅大手正一直抓住鳄鱼精深的脑袋，一边抓住鳄鱼精深的尾巴，用力的拉扯着。在他们的拉扯下，虚空都被震碎了，而鳄鱼精深也是不断发出惨叫，就像是在求饶一样。可是，在魔鬼的面前，求饶岂会有用？忽然，一道胜过雷鸣数倍的声音在天际之上炸响，天空剧烈的抖动，连大地也随之颤抖。那巨大到无边无际，遮住了整个这片天空的鳄鱼精深，竟然被撕扯开来，被2只血色骷髅大手给硬生生的撕碎。这一刻，阴阳仙人彻底被惊呆了，因为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可思议，甚至是诡异至极。然而，这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。当那鳄鱼精深被撕碎后，那天际之上的金光也是纷纷消散，甚至就连阴阳仙人手中的古恶破身刀那本凶猛的地威，此刻竟然也是减弱了不少，不再像先前那般凶猛霸道。就在阴阳仙人愣神之际，楚风又是一道挥砍而出，阴阳仙人反应很快，赶忙抬手去挡。只是他虽然挡住了楚风的凶猛一击，可却已然来不及去管天际之上劈斩下的血色雷霆。刺耳的轰鸣炸响之际，这方空间皆是一片狼藉。阴阳仙人被血色雷霆正面劈中，不仅丢掉了手中的古恶破身刀，自己更是飞出数米开外，摔落在了地上。然而已经占据上风的楚风怎么会就此罢休？抬腿便要去追，想要乘胜追击，彻底解决阴阳仙人。然而忽然之间，楚风却是身体一颤，随后一只手紧紧地抓住邪神剑，另一只手则是紧紧地捂住自己的丹田。只是一瞬间，大片大片的冷汗便自楚风的身上滑落而下，布满了全身。楚风的脸色更是苍白如纸，难以承受的痛苦正在全身蔓延。如此疼痛之下，连向来坚强的楚风脸庞都是一阵扭曲。再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，只差一点点就可以结束这战斗。让我杀了他，让我杀了他，只要让我杀了他，你取走我的命我都情愿。楚风用那虚弱的声音呼喊着，这是他想对邪神剑说的话。他意识到邪神剑是具有生命的，楚风知道只要这邪神剑帮他，他定能杀掉阴阳仙人。而眼下的情况
他必须杀掉阴阳仙人，否则便会被阴阳仙人所杀。不止他死，小红也要死，仙喵喵也要死。若是那样的话，楚风宁愿自己去死。然而邪神剑就像听不到楚风所说的话语一般，那来自丹田的反噬之痛不但丝毫不减，反而越来越强，强大到楚风难以抵挡。楚风莫说再度挥动邪神剑，就连脚都无法再挪动半步。然而就在此刻，那天际之上的狼哭鬼嚎之音竟然变得更为汹涌，天际之上的2只血红色的骷髅大手竟然自天际之上延伸而下，对着阴阳仙人抓来。这一刻，本只是轻伤的阴阳仙人竟然连动都动不了，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。他能感觉得到，根本不用那血红色的骷髅大手将他拍死，因为那血红色的骷髅大手还未靠近，他就必然要死。那股威压实在太强了，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这并不是真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阴阳仙人歇斯底里的大喊起来，他真的感觉自己就像是做梦一般。如果能够选择，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马上醒来，因为这是一场噩梦，一场他再也不想做的噩梦。然而就在此刻，楚风却是一大口鲜血喷洒而出，随后双眼一闭，便失去了意识，自半空之上摔落而下，狠狠地落在了地上。而当楚风昏迷的那一刻，那天际之上的血红色大手竟然开始化作道血红色的气焰，一时之间风起云涌，天际之上的血云、血雷全部开始化作血红色的气焰，再度化作了一道血红色的漩涡，在天际之上盘旋。这方天地宛如末日降临一般，异常凶残。最终那盘旋的血色气焰化作一道血红色的光芒，从天而降，落入了楚风手中的邪神剑之中。而这一刻，本被血红色所充斥的天空也开始渐渐恢复，破碎的虚空正在愈合，很快的天空再度恢复成了以往的模样，平静安详。至于阴阳仙人，也终于是长舒了一口气，因为那致命的威胁终于消失了。虽然那致命的威胁消失了，虽然天地恢复成了以往的模样，可是阴阳仙人的心中却是难以平静下来。阴阳仙人在地上躺了好一会，这才缓缓站起身来。他先探手一抓，将那掉落的古恶破身刀握在了手中，这才将目光看向楚风。你这小鬼，到底是人还是鬼？莫非你是魔鬼之子不成？刚刚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尽管此刻的楚风已经昏迷不醒，可是阴阳仙人依旧是胆战心惊，他的眼中仍旧充满了惊恐。犹豫了好一会，他才手提古恶破身刀，一步一步地向楚风走去。他走得很慢，处处充斥着小心翼翼，不敢有一点的大意。足足走了半个时辰，他才总算走到了楚风的100米之外。可是他也只敢站在100米之外，而不敢再靠近了，而是用那极为谨慎的目光看着楚风。楚风，你是在装死吗？阴阳仙人大喝一声，然而楚风却没有回应。你是觉得这样很好玩对吗？你是在玩我对不对？阴阳仙人再度大喝一声，而楚风依旧没有回应。楚风，不要装死，给我起来，要杀要剐，你倒是来啊！阴阳仙人依旧在大喝，然而楚风仍然没有回应。这样呼喊了好一会，阴阳仙人那无比紧张目光才得以舒缓。在那诡异的面具下，终于再度传来了一声笑声。看来你是真的昏过去了，看来强的不是你，而是这把邪神剑。确定楚风昏迷之后，阴阳仙人才敢靠近楚风，走到楚风近前，他的笑声更为轻蔑，但同时也有着一丝侥幸。邪神剑，传说中的魔兵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阴阳仙人探出手掌，想去抢夺楚风手中的邪神剑，可是刚要碰到邪神剑后，他却犹豫了，将那已然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。他不敢去触碰邪神剑，尽管那只是一件兵器，可却带给了他巨大的阴影，让他心中对邪神剑有着极深的恐惧。楚风，圣王败寇，虽然趁你昏迷后我再杀你，本是不该，可是我却必须杀你。阴阳仙人眼中杀意再起，随后便举起手中的古恶破身刀，想要对楚风劈斩而下。然而就在此刻，忽然一道血红色的光芒自楚风的袖口飞射而出，对着阴阳仙人飞掠而来。该死！见到那血红色的光芒，阴阳仙人差点就吓懵了，赶忙身形倒退到了数米之外，站在了天际之上。本来他以为又是邪神剑作祟，可是仔细观看，他那紧张的情绪则是得以舒缓。他先是长舒了一口气，这才淡淡一笑，说道：原来是你这小东西作祟，原来那道红光是小红见楚风有危险，所以才跑了出来，是想要保护楚风。只是别看小红速度快，可是面对的乃是阴阳仙人，所以他刚刚的奇袭也是未能碰到阴阳仙人，而是被其躲过。小家伙不大，速度倒是挺快，你并非黄级灵虫，你究竟是什么？你也是楚风不知从哪搞来的宝贝吗？阴阳仙人对小红问道：不准伤害大爷，否则我就咬死你，我可是有毒的，一口吐沫喷出去就能让你飞灰烟灭。小红一脸凶相的说道。此刻阴阳仙人则是一阵大笑，起初他只是觉得好笑，居然连一个小虫子也敢对自己说这样的话。可是很快的，他的笑声开始变得愤怒，到的最后更是风起云涌，连天气都因他的情绪而产生变化。忽然他将古恶破身刀指向了小红，怒喝道：一条小虫子也敢对我说这种大言不惭之话，你真当我阴阳仙人就这么好欺负不成？我不管你敢伤害大爷，我拼了命也要咬死你！然而小红并不惧怕阴阳仙人，反而极为硬气，就像已然看破生死一样。那好，我就连你们一起宰掉，让你们一起死！阴阳仙人暴怒之下便要出手，然而就在此刻，不远处的岩壁之上忽然传来一声巨响，阴阳仙人赶忙顺声观望，发现远处的岩壁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，无数碎石脱落而下，而在那岩洞之中，他还能感受到一股特殊的气息，只是仔细观察之下却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身影。阴阳仙人，是你伤了楚风？然而就在此刻，忽然一道声音自下方传来，低头一看，阴阳仙人顿时目光一闪，很是吃惊，
因为此刻在阴阳仙人的下方，不仅是昏迷的楚风与愤怒的小红，还有一位少女。这位少女一头金发披肩，长得很是美丽，尤其一双眼眸更是美到了极致。可是此刻那双眼眸之中散发出来的却是无比的愤怒以及浓浓的杀意。喵喵公主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看到仙喵喵，阴阳仙人很是惊讶，因为他不仅认得仙喵喵，还见过几次仙喵喵，二人倒也算是熟悉。是你伤了楚风，对吧？仙喵喵再度问道，眼中的杀意更浓了。忽然间，阴阳仙人笑了，看着仙喵喵眼中那越来越浓的杀意，他是真的感觉很好笑。看来你与这楚风也所以有着一腿。远古精灵也想要乘坐楚风这条顺风船，要抱住这个还没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妖。哈哈，真是有趣啊！阴阳仙人一阵冷嘲热讽。我再问你，楚风是不是你弄伤的？仙喵喵再度问道，语气很是凌厉。喵喵公主，你的修为长进的还真是快啊，这么快就5品5帝了。不过可惜啊，就算你是5品5帝，拥有逆战4品的战力，但是你也是奈何不了我，毕竟老夫是6品5帝，且拥有逆战3品的战力，所以不要摆出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就好像只要你愿意，就随时能够杀了我一样。阴阳仙人讽刺地说道。然而就在此刻，仙喵喵猛然抬手，只见一道寒意横扫而来，只听噗嗤一声，阴阳仙人那握住古恶破身刀的手臂竟然被斩断开来，断臂之痛让阴阳仙人发出一阵惨叫，但此刻他的眼中涌现出的却是无比的吃惊，再度看向仙喵喵，充满了不可思议之色。谁告诉你我是逆战4品战力的？仙喵喵冷声说道。逆战5品，你竟然也拥有逆战5品的战力？确定之后，阴阳仙人更为震惊了。仙喵喵若是逆战4品，他还能与仙喵喵一战，可仙喵喵是逆战5品，他便没有了一战的能力。虽然阴阳仙人贵为6品5帝，且与其他5帝一样，也有逆战3品的战力，可是面对拥有逆战5品战力的仙喵喵，两者对比之下，他就等于没有了逆天战力。可是仙喵喵还有逆战2品，逆战2品战力加上5品5帝的修为，也就等于是7品5帝。他这位6品5帝自然是打不过仙喵喵的。你打伤楚风，我就要你的命！仙喵喵冷声说道。不，等一下，喵喵公主，楚风不是我打伤的，是他自己晕过去的。阴阳仙人赶忙解释，且还看向小红说道，不信你问那条蚯蚓，你才是蚯蚓，你全家都是蚯蚓。小红怒骂道。而仙喵喵则是看向小红问道，小红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小红小眼睛一顿乱转，好像是在思考一般，而一番思考过后，却也只能道，这倒也是真的，你看我没骗你吧。阴阳仙人赶忙抢话道，就算如此，楚风受伤也与你有关，你的命也不能留。仙喵喵说话之间，玉手对着虚空一抓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阴阳仙人周遭的空间便尽是蜘蛛网一样的裂痕，随后那些裂痕竟然化作一张大网，将阴阳仙人给封锁了起来，就像是被人用虚空制造的麻袋给装起来了一样，从半空之上摔在了地上。那可不是简单的手段，而是禁忌武技。这一刻，阴阳仙人尽管用力挣扎，可却毫无作用，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彻底的被仙喵喵掌控了。让你欺负大爷，让你欺负大爷，撞死你，撞死你！见状，小红则是跑过去，不停的加速跑，然后用自己那小身体撞击着阴阳仙人。阴阳仙人被封锁，此刻倒是躲无可躲，可是以小红的力量，却也根本伤不到阴阳仙人。但哪怕如此，阴阳仙人也是愤怒不已，想他堂堂阴阳仙人，如今竟然被人囚禁，且被一条小虫子不停的撞击，这是何等的落魄！若是此事传出去，那他的一世英名也就尽毁。别看他之前说他只在乎力量，不在乎名声，实际上他也是很在乎名誉的，居然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这似乎是反噬之伤，莫非是这把剑？仙喵喵蹲在了楚风身前，仔细的查看着楚风的伤势。别看他不是界灵师，可却拥有极强的感应力，从感应力上来说，他几乎是不输于寻常的界灵师的。而因为他先前刚刚苏醒，就看到楚风昏倒在地上，所以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阴阳仙人威胁到了楚风的生命。但他却也察觉到楚风丹田的伤势极重，那其实与楚风右手中的邪神剑有关，伤得太重，只能用这个了。仙喵喵仔细观察之后，将自己脖子上的项链取了下来，而那项链的吊坠打开，竟然有一颗指甲大小的珠子。这是什么啊？见到这颗珠子，小红顿时双眼放光，被吸引的跑了过来。这倒也不能怪小红没有见识，实在是这颗珠子太过特殊，别看只有指甲大小，就像是一颗小型的珍珠，可是却光芒闪闪，繁星点点。若仔细观看，会发现这珠子里面就像是蕴含着一个星空，异常壮观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颗珠子内有9道光芒体，色彩缤纷，绚丽夺目，极为的耀眼，甚至只要看到它们，不用任何感应力，也能感觉到它的震撼，心情也随之激动起来。不要说话，仙喵喵对小红说道。随后他便将这颗珠子放在了楚风的丹田之上。忽然间，那颗珠子竟然光芒绽放，与此同时，仙喵喵的2个眼眸竟然与那珠子一模一样。与此同时，那珠子内的一道光芒体竟自珠子之中溢出，钻入了楚风的丹田之中。只是这一瞬间，仙喵喵便脸色苍白，满头大汗。美女，你怎么了？小红担心地问道。没事。然而此刻的仙喵喵明显状态不对，可他却是一脸的喜悦，并且很是无所谓的擦拭了一下额头的冷汗，随后看着小红说道，你大爷的命能保住了，只是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苏醒，那先将大爷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吧，我知道一个地方很隐秘，很安全。小红说道。若是那样，可就太好了，走吧。仙喵喵说话间便将楚风给抗了起来。别看仙喵喵实力强横，但毕竟身材娇小，她这小丫头扛着楚风这样一个大男人，总会给人一种吃力之感。而若是这样一幕被人看到，被他人看到，定会对楚风羡慕不已。可是此刻的仙喵喵
却又看向了楚风手中的右手之上，看着那楚风昏迷却也紧紧抓住的邪神剑，仙喵喵眉头微微皱起，叹道：“这把剑好邪门啊！”楚风昏迷了好久，在昏迷的时候，他再次进入了那尸山血海之中，哪怕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进入那里，可是楚风依旧感觉毛骨悚然，战战兢兢。楚风很痛苦，很难熬，可是丹田处忽然来了一股力量，使得楚风那种痛苦与难受减轻了不少。但哪怕如此，身在那样的世界，楚风仍如同身处噩梦之中，很不自在。而如今，他终于得以苏醒，苏醒后的第一眼就看到了仙喵喵与小红。楚风，你这家伙总算醒了，我还以为你要睡到明年呢。仙喵喵看见楚风苏醒，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不由得开起了玩笑：“大爷，人家还以为你死了呢。”而小红更是激动的哭了，不过只是干打雷不下雨，这个小家伙还是那么夸张。喵喵，你突破了，竟然直接突破到了5品5帝，你这丫头果然不简单哟。楚风醒来后，最关心的便是仙喵喵与小红的安危，见他们两个都无事，便松了一口气。尤其是发现仙喵喵的修为后，更是狂喜。仙喵喵成功了，这样一来，他之前所受的苦也就没有白费，一切皆是值得的。我能突破到5品5帝，全都是拜你所赐啊。不过你这家伙，下次可不要一个人逞强了，若是我再晚出关那么一小会，你可就要被这个混蛋老头给杀了。仙喵喵指着不远处说道。阴阳仙人回头一看，楚风的眼中顿时杀意涌动，因为仙喵喵所指的地方正是阴阳仙人。虽然阴阳仙人此刻被仙喵喵的手段束缚住了，可楚风还是一眼就锁定了那困在蜘蛛网内的阴阳仙人。楚风，你那些神剑虽然厉害，可是副作用似乎不小啊。若不是仙喵喵，就算你不死，怕也要昏迷许久，不可能这么快就醒来。阴阳仙人笑眯眯地说道，他似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一样，此刻倒是一点也不害怕，反而调侃起楚风。楚风，杀了他吧，我留他到现在就是想让你亲自了结了他。仙喵喵说道。而此刻的楚风则是站起身来，提着右手之上的邪神剑，便直接向阴阳仙人走去。邪神剑具有魔力，会对使用者造成反噬，可是楚风若是不动用他的力量，他便不会对楚风造成反噬。就比如天仙剑，他那浩然正气就是天仙剑独有的力量，唯有运用那浩然正气，楚风才能施展出天仙剑法的威力。邪神剑也大概如此，他的力量比天仙剑恐怖得多，可是楚风只要不用那力量，他便只是普通的兵器，对楚风也造不成反噬与伤害。楚风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才敢在饱受反噬之苦后，还手握邪神剑，向阴阳仙人走去。老实说，若不动用邪神剑的力量，邪神剑其实并不可怕，若对付正常的阴阳仙人，邪神剑也没有任何威胁可言。可楚风却看得出来，如今的阴阳仙人已是阶下囚，力量也被封锁。莫说楚风拿的是邪神剑，就算是不用邪神剑，随便拿把废铜烂铁，以他的实力也可以斩杀阴阳仙人。不过楚风并没有立刻出手解决掉阴阳仙人，而是用邪神剑只对准阴阳仙人的丹田，这才对其问道：“段极道和尹功夫被你抓到哪里去了？你们到底想做什么？怎么他们被抓了吗？”听得此话，阴阳仙人竟是满眼的意外，少装蒜，这明明是你们暗店做的。楚风将邪神剑对准了阴阳仙人，暗店大了，做事的人也多，就算是暗店做的，我也未必就全都知道。楚风，你也不用拿死威胁我，若是真的怕死，我也就不会加入暗店了。自从他踏上暗店这条船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将面临的是2条路，要么生要么死。我之所以活到现在，其实就是在等你醒来。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。阴阳仙人说道。你说。楚风也不打算继续问了，他也能感觉到阴阳仙人已然有了必死的决心。面对这种人，他什么都问不出来，只能期待他良心发现，主动说出一些有用的东西。我说过，你活着将是我暗店最大的威胁，但我想告诉你，尽管你是最大的威胁，但你却不是暗店的对手。你想知道暗店店主是谁？我劝你最好永远不知道，因为你知道的那天，也就将是你的死期。话到此处，阴阳仙人一阵疯狂的大笑，笑得异常怪异。然而就在此刻，楚风却是一剑刺穿了阴阳仙人的丹田，被楚风忽然一剑刺中。阴阳仙人不仅笑声停止，也是一脸吃惊的看着楚风。他没有想到楚风会忽然出手。我知道你想自尽，但是你的生死由不得你，就算是死，也要由我来杀死。楚风说话间，手中的邪神剑猛然一颤，一股磅礴的威压便掠入阴阳仙人体内，将他体内的一切都破坏得彻彻底底。尽管此刻阴阳仙人的尸体从表面看完好无损，可是他却已然死的不能再死。蛋蛋，这6品5帝的味道如何？楚风对蛋蛋问道。其实楚风之所以要亲手斩杀阴阳仙人，为的就是蛋蛋。凡是被楚风斩杀之人，楚风在斩杀之时就会让蛋蛋吸收掉对方的本源。不过面对自爆之人，比如之前暗店那些非楚风所杀，而是被自爆力量所杀的人，楚风是没有机会的让蛋蛋吸收本源的。而阴阳仙人若是自爆，楚风也同样无法让蛋蛋吸收他的本源。但是这可是6品5帝，怎能如此浪费？楚风必须亲手杀他，帮助蛋蛋吸收他的本源。6品5帝的本源吗？还是不错的。不过可惜啊，本女王的修为依然没有太大长进。蛋蛋撇着小嘴说道。竟然还没有长进。听得此话，楚风也是心中一惊。自打蛋蛋苏醒，楚风已然斩杀了不少强者，就算5帝强者，楚风也是亲手斩杀了不少。而凡是被楚风斩杀的，无论是当斩让他们尸骨无存的也好，还是留了他们全尸的也好，但他们的本源全部都被蛋蛋所吸收炼化了。可是哪怕蛋蛋已经炼化了那么多5帝强者的本源，可修为却依然没有长进。之前楚风一直觉得是蛋蛋需要的本源太多，因为蛋蛋与楚风一样，所需要的力量远非其他人可比，需要的量极大。但是楚风觉得阴阳仙人这6品5帝
肯定会对蛋蛋的修为有帮助。毕竟之前已经炼化了那么多强者，就算不突破，也做好了铺垫。再加上阴阳仙人的本源，怎么也该突破了。而眼下竟然还是没用，这便不是本源够不够的问题，而是遇到了其他问题。看来是没用了。你母亲的给我弄的封印太厉害，估计是这封印限制了我。我感觉我需要的本源比较多，并非只是我自身的原因，更多的是这封印阵法。是这封印阵法吞噬了许多本源。蛋蛋颇为无奈地说道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”楚风也是倍感吃惊，真没想到这阵法还会吞噬本源，估计是你母亲信不过我，所以故意用这封印阵法限制我的成长吧。蛋蛋甜甜一笑，一脸无所谓地说道：“不过已经无所谓了，你这家伙现在成长的速度很快，就算我的修为有所长进，也是帮不到你了。你这家伙已经不需要本女王的保护了，从今以后就由你来保护本女王吧。”蛋蛋笑得很甜，甜到让人只看一眼心就快要化了。可是此刻的楚风心里却是酸酸的，虽然自己的母亲封印蛋蛋也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可是他真的感觉很愧对于蛋蛋。蛋蛋，你放心吧，你这封印我早晚会替你解开，我已经在做准备了，我会成功的。这句话是楚风在心里说的，他没有对蛋蛋说，因为蛋蛋身上的封印阵法太厉害了，那毕竟是他母亲的手段，而他母亲究竟是什么级别的界灵师，他根本就不知晓，所以楚风根本没有多大把握破开蛋蛋身上的封印阵法。哪怕已经在做这个准备，可他也知道，想要破解蛋蛋的封印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至少他如今所收集的材料能量还远远不够，他还需要更多更强的材料。楚风为何留他全尸？这种家伙死不足惜，应该让他碎尸万段。你若下不去手，本公主帮你补上几刀。仙喵喵已经将阴阳仙人身上的宝物搜罗一空，这才上前对楚风说道：“我要用他的死警示暗殿之人。”楚风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我明白了。”仙喵喵冰雪聪明，已经明白了楚风的意思。随后他小手一摊，将数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道：“喏，这都是在阴阳仙人身上搜罗的，还别说，这个家伙的宝贝还真不少。而你是界灵师，对你有用，我能杀他，全亏了你，全给我，我可不好意思收。咱们怎么也要一人一半。”楚风并未接过，一人一半，我拜你个大头鬼！他这里大多是界灵师的用品，你给我有什么用？再者说了，人家好歹是精灵王国的小公主，你觉得我缺什么？我最缺的是远古仙华，不过在你的帮助下，我已经找到了，这些回去炼化，搞不好本公主修为还会突破6品5帝，不是梦哟。仙喵喵笑眯眯的拍了拍自己腰上那粉色的乾坤袋，那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装着远古仙华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楚风将这些乾坤袋收了起来，因为阴阳仙人的宝贝比爱财仙人还多许多，对楚风来说的确有着大用。不过一码归一码，既然界灵师的东西你没用，那这个你总有用了吧？楚风说话间捡起了那把古恶破身刀，他想将古恶破身刀交给仙喵喵。不，帝兵我有了，而你却没有。如今阴阳仙人死了，这古恶破身刀也就是无主之物，你刚好可以用。仙喵喵连连拒绝，为了防止楚风将古恶破身刀递给他，他甚至用柔软的武力推开楚风，避免楚风靠近。而这一推，则使得楚风猛然向后一退。在这一退之际，楚风右手之上的邪神剑则是碰到了左手上的古恶破身刀。然而邪神剑刚刚触碰到古恶破身刀的一刹那，一股巨大的吸力便自古恶破身刀之中传来，那股吸力极为恐怖，就仿佛要将楚风的灵魂吸走一般。惊慌之下，楚风赶忙放开了左手之上的古恶破身刀。楚风，这剑。然而就在楚风放开古恶破身刀之际，仙喵喵的声音都变了，震惊的竟连话都说不清楚。而仔细一看，楚风也是大为吃惊。身为帝兵的古恶破身刀本是坚不可摧之物，可是此刻竟然融化了，如泥水一般，正在融入邪神剑之中。原来古恶破身刀所散发的恐怖吸力，并非古恶破身刀本身散发而出，而是邪神剑散发的。因为邪神剑正在吞噬古恶破身刀，并且邪神剑吞噬的速度极快，不过片刻功夫，古恶破身刀已被邪神剑彻底吞噬。邪神剑还是之前的样子，没有任何的变化。然而古恶破身刀已然彻底不见，被其炼化，